我开饭馆3年，商铺月租3000，从没拖欠过。但这天房东却带着中介进店，下月房租涨到8500，你不同意就走。我毫不犹豫地说行。他俩互相看了一眼，挺满意的走了。等他们一走，我立马就打电话叫了搬家公司，连夜把店搬到了马路对面，那边1个月租金只要900块。这天下午，房东范德彪领着一个中介进到我店里。小叶啊，你生意挺好啊。我听见声音，抬起头。范叔，今天咋有空过来了？他没回答，只是绕着店里转了一圈。小叶，跟你说个事儿。您说。叶先生，是这样，这个铺面我们重新估了价，范先生的意思是从下个月开始租金得调整一下。我心里一沉，调到多少？范德彪语气很平8500。空气一下子安静了。叶先生，这已经是友情价了，您看看这条街的人流量，8500真不算高。您要是不同意，我们只能把这铺子挂出去租给别人，到时候可就不止这个价了。我手里攥着抹布，使劲捏了捏，月租从3500涨到8500，翻了1倍还多。我这小饭馆起早贪黑的干，1个月纯利润也就1万来块。这一涨房租，我等于白给范德彪干活。范德彪看着我没啥反应，嘴角的笑又深了一点，带着一种啥都看透了的得意劲儿。他觉得我离不开这地方，他吃定我了。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把抹布扔进水桶里。行。范德彪高兴坏了。哎呀，小叶就是痛快，我就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咱们明天签合同。叶先生果然有远见，您这生意肯定越做越好。行，那我就不耽误你发财了，好好干，我看好你。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我站在原地听着他们下楼的脚步声，还有忍不住的笑声。等声音彻底没了，我直接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喂，是小顾吗？我是叶晨。叶哥，咋了？我问你点事儿。我店对面那个空了半年的铺子在不？在啊，天天挂着呢，房东都快急死了。咋了哥？你有想法？月租多少？之前挂1500，但现在房东说了，只要有人要，900就出。他说他要出国，急着把铺子转出去。900？对，900。而且他说只要诚心租，可以签长约。你跟房东说，我租了，签5年，现在就签。啊？签5年？现在就签？叶哥，你那边不租了？不租了。你带上合同，约房东在铺子门口见，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之后，我立马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喂，是顺发搬家公司吗？我现在要搬家，加钱。惠民路13号，可能需要搬一整晚，钱不是问题。对面答应了。等我挂完电话没多大会儿，中介小顾和房东就到了对面铺子门口，我也过去了。对面房东是个50多岁的男人，姓李。就是你要租？对，我租。小顾在旁边帮着说话。刘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叶哥，他就在对面开饭馆，生意火爆，绝对靠谱。刘哥拉开铺子的卷帘门，里面空荡荡的，比我那铺子大一点，格局也更方正，而且水电都有。这地方空了挺长时间了。刘哥有点不好意思的搓了搓手。没事儿，900一个月，签5年对吧？对，你如果真能签5年，押1付3就行。我押1付12。刘哥和小顾都愣住了。我不想每个月操心交房租的事。你合同带了吗？没问题的话，签完我就把钱转给你。刘哥激动的拿出合同。小顾赶紧递过来一支笔，我接过合同，一条一条看得很快，都是标准条款，租期5年，租金不变。于是我一点没犹豫，在最后签上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当着他们的面把租金转到了刘哥的账户上。钥匙给你，老板，以后这铺子就是你的了，有啥水电问题随时找我。我接过钥匙。好。然后我转身就走，小顾追上来。叶哥，你这么急干嘛？我着急搬家。回到对面，一辆大卡车正停在路边，几个师傅在抽烟，带头的看见我，把烟一掐。你就是叶老板吧？是我，辛苦你们了。没事儿，拿钱办事儿嘛。他往店里看了一眼，东西都在里头。我带他们进去，所有东西全搬走，一件不留。放心，钱到位就行。兄弟们，开干！师傅们立马动起来，一组负责拆，一组负责打包，一组负责搬。我的店员小林也被我一个电话叫了过来，他一进门就吓了一跳。哥，你这是干啥？被赶走了？我把一箱香料递给他。不是，咱们换个更好的地方。换地方？去哪儿啊？那儿。那不是空了半年了吗？听说闹鬼。别听人瞎说，房东急着租，便宜。小林没多问，立马动手帮我一起打包起来。凌晨3点，店里终于被搬空了，我付了双倍的钱。师傅们笑得合不拢嘴的走了。等天蒙蒙亮的时候，新店已经收拾好了。小林累得够呛，我让他先回去休息，下午再过来。6点天光大亮，我淘米开火，炖起了今天第一锅高汤。7点半，我煮了一碗面，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吃着。
从这儿看过去，正好能看到对面那个熟悉的店门，它的卷帘门关得紧紧的，像一张失落的脸。吃完面，我把写着叶家小馆的招牌擦干净，挂在了新店的门头上。然后我又手写了一张红纸贴在门口，新店开业，全场8折8点。范德彪出现了，他看着关紧的卷帘门愣了一下，然后他一使劲，发现门没锁，哗啦一声就拉上去了。接着他就彻底呆住了，因为里面啥都没有了。他不敢相信地冲进店里转了一圈，又冲出来，接着掏出手机，好像想给我打电话。但就在这时，他一抬头看到了对面的我。此时我正站在我的新店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平静地看着他。于是他的目光慢慢移向我头顶那块熟悉的招牌，再往下是那张刺眼的红纸。于是他的表情凝固了。这时候我的第一个客人来了，是住在附近小区的李阿姨。她每天早上都要来我这儿吃一碗馄饨。李阿姨惊讶地看着我的新店。哎，小叶，你搬家了？是啊，李阿姨，新地方宽敞点儿，今天8折，还吃老样子？吃，咋不吃？你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那是你那黑心房东吧？这是咋了？可能在思考人生吧。范德彪明显听到了我们的话，他猛地转过头，用一种要杀人的眼神瞪我。我没理他，转身进了店。李阿姨，您的馄饨马上来。后来，范德彪在马路对面站了足足半个小时，而我的店里已经坐了3桌客人。小叶，行啊你，这新店比原来敞亮多了。我说怎么对面没开门，吓我一跳，还以为你跑路了呢。跑什么路？小叶的手艺搁哪儿都能发光。老客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聊得特别热闹。他们都是附近的街坊邻居，吃了我3年饭，对我的手艺和人品信得过，所以他们看向范德彪的眼神里都带着几分看不起和看热闹的劲儿。终于，范德彪有了动作，他拉着一张黑脸穿过了马路，冲着我新开的店走过来。几个正吃着饭的客人瞅见了，全把筷子撂下了，店里的气氛一下子就紧了起来。小林有点发怵，我让他别担心，然后拦在了范德彪跟前。范叔，你有啥事儿？他那一张脸憋得跟猪肝一个色儿。叶晨，你几个意思？你敢糊弄我？我哪儿糊弄你了？是你自己说的，不同意就搬走。现在我搬了，你有啥意见吗？你这是不讲道义，咱们口头都定好了的，你这是在骗人。第一，咱俩没签任何新合同。第二，是你带着中介上门逼我把事儿做绝了。现在你跟我讲道理，你不觉得可笑吗？客人们也跟着帮腔。就是老王，你这事儿干得不厚道。人家小叶1个月给你3500，你一张口就涨到8500，你咋不去抢呢？没错，吃相太难看了，还不是看人家小伙子生意火，眼红了。还好小叶有本事，直接换了地方，不然就真让你这种人给吸干了。范德彪的脸一阵红一阵青，刚想发火，却发现自己成了大伙的靶子，于是他恶狠狠地吓唬我：叶晨，你给我等着！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在这条街上，我让你干不下去。行啊，我等着。不过我得跟你说一声，范叔，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要是敢干出格的事儿，我随时能报警。对不住了啊，各位，耽误大伙吃饭了。今天这顿算我的，我请客。店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欢呼声不断。范德彪杵在门口，狠狠瞪了我好几秒，最后在一片嫌弃的眼神里，灰溜溜地钻进了车里，一脚油门仓皇跑掉了。我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街角，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我知道范德彪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明的来不了，他肯定会使阴的。我回到后厨，瞅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高汤，眼神一点一点变冷。来啥挡啥，来啥接啥，你想玩我就陪你玩到底。新店的生意火爆得很，因为我这事儿，我的小馆子反倒意外成了网红打卡点，所以连着好几天店里都是座无虚席。小林忙得脚都不沾地，我又临时招了个端菜的阿姨，这才勉强能忙得开。而范德彪自从那天狼狈跑掉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听说他又把铺子挂到了中介那儿，要价1万，中介劝他现实点，可他死活觉得我的生意这么好，就说明这个位置就值这个价。他坚信还会有下一个我，眼巴巴地等着接手。可几天过去了，那扇门前别说租客了，连个看铺子的人影都没有。但就在我以为他会一直这么傻下去的时候，麻烦上门了。最先觉出不对劲的是小林。哥，你听说了吗？外面有人传咱家的菜不干净。听谁说的？好几个老客人都来问我了，就是附近那个开杂货店的周婶，今天到处跟人说，咱家用的都是最便宜的冻肉，连油都是地沟油回收的。周婶？我想起来了，他跟范德彪的老婆关系特好，是麻将搭子。还有呢，还有人说你根本不是自己搬的，是被范德彪赶出来的，因为你欠了好几个月房租不给，说你人品不行，这不明摆着瞎扯吗？太欺负人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范德彪自己不敢露头，把他老婆推出来了。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也就他们这种人想得出来。当天下午，范德彪的老婆谢玉芬就亲自出马了。只见他顶着一脑袋劣质卷毛，站在街边几个小店门口，扯着大嗓门，唾沫星子乱飞的造谣。
哎呦，我跟你们说，那个叶家小馆可千万去不得，他的食材都是菜市场捡回来的烂菜叶子。他那房东是我家亲戚，好心把铺子租给他，结果他可好，弄得又脏又乱，还欠着房租不给，最后偷偷跑掉了。这种人开的店，谁敢吃啊？他的声音又尖又响，半条街都能听见。有些不知内情的路人停下脚步，好奇地往我店里瞅。这时候，我店里有几桌客人正吃着饭，他们听到这话，脸色都有点不好看。小林气得脸都白了，抄起一把扫帚就要冲出去。哥，我跟他拼了！我一把拉住他，回来。可是，哥，你跟他吵，就正好中了他的套，他就巴不得咱们当街对骂，把事儿闹大，把名声搞臭。那咋办？让他说，他现在说的越欢，回头就摔得越惨。我掏出手机，对着谢雨芬按下了录像键。我录了整整5分钟。视频里谢雨芬有声有色地编着我的一桩桩罪状，周围几个跟他要好的店主还在一边添油加醋。收起手机，我对客人们说：各位，外面说的那些，相信老顾客们心里都有数。为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为了让新朋友们放心，明天咱们店搞个活动。明天中午12点，我们厨房对外开放半个小时，我请大家进来看看，看看我们用的米面、油、肉、菜到底是啥样的。我叶晨做买卖，凭的是良心。小叶，我们信你，明天我肯定来。就是，明天我带我邻居一块来看，让那些长舌妇看看啥叫干净。店里的气氛又让我给调动起来了，而街对面的谢雨芬则骂骂咧咧地走了。哼，我盯着她远去的背影，嘴角挂上了一丝冷笑。谢雨芬、范德彪，你们以为这就完事了？好戏还在后头呢。第二天，我的厨房开放日活动一下子成了这条街上的大新闻。我提前打印了几十份传单，上面没写别的，只写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叶家小馆邀您亲眼看后厨，见证良心品质。传单让小林和几个热心的老顾客发遍了附近的小区和写字楼。邻里街坊的微信群里，我也亲自发了活动预告，配图就是我昨天录的那段视频的截图。谢雨芬那张扭曲的脸被放得老大，但我用马赛克遮住了她的眼睛，只配了一行字：谣言止于明白人，更止于真东西。这一下彻底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第二天中午11点半，我的店门口排得人山人海，大伙交头接耳，都想看看我到底要怎么证明自己。范德彪和谢玉芬也来了，他俩混在人群外边，脸色铁青。12点整，我准时拉开了后厨的门。各位，欢迎来参观我的后厨。昨晚连夜打扫过，亮的都能当镜子照，地面又干又干净，不锈钢的灶台和操作台擦得一点灰都没有。墙上挂着我们员工的健康证，角落里是分好类摆得整整齐齐的垃圾桶。我领着大家一样一样的介绍。这是咱们家用的米，东北五常大米。这是咱们家的油，大牌子，非转基因的。购物小票贴在墙上，大家自己看。还真是，小票日期是昨天的。这是咱们今天早上刚到的猪肉，大家瞅瞅这个颜色和弹性。我用的所有蔬菜都是用活水冲至少3遍。这厨房比我家都干净，小叶真是个讲究人。这下放心了，以后天天来吃。你说的倒是好听，可谁知道你是不是今天特意摆样子？张嫂，你这话可不对。我在小叶这儿吃了3年，从来没闹过肚子。人怎么样，装是装不出来的。大家可能好奇我为啥要搞这个活动，因为昨天有位热心的女士在街上就是这么编排我的。视频开始播放，谢玉芬那又尖又难听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用的都是地沟油，菜市场捡的烂叶子，欠着房租不给。现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人群外围的谢玉芬。高清的画面配上那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大家看，这就是谣言的源头。我关掉视频，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范德彪和谢玉芬身上。大家看，我在这儿做了3年生意，自己觉得对得起良心。我的房东因为我没有答应他过分涨租的要求，就让他老婆用这种方式来糟践我。各位，你们觉得这公平吗？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太缺德了，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自己心黑还反过来咬人家一口，什么东西？原来是因为涨租不成报复人家小伙子，真不要脸！唾骂声像潮水一样涌向范德彪2口子，范德彪拉着老婆灰溜溜地逃跑了。我的小馆子经过这么一闹，名声大噪，成了干净放心的代名词。当天下午，一个本来有意向租范德彪铺子开奶茶店的年轻人，在听说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摇着头走了。跟这种房东打交道太吓人了。而我看着对面那扇依旧关得紧紧的卷帘门，心里头一片平静。范德彪，你的损失才刚开始呢。厨房开放日的第2天，我的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小林在门口维持秩序，嗓子都喊哑了。中午，一个中年男人挤了进来，他是在我老店隔壁开理发店的马师傅，也是范德彪的租客。叶老板，马师傅，你有啥事儿吗？我是来谢谢你的。谢我什么？谢谢你替我们出了这口恶气。
那个范德彪真不是东西，他也想给我涨租，从2000涨到4500。我这个小主发店哪挣得了那么多钱？我跟他磨了半天，他才松口说再给我3个月时间。我这几天正愁得睡不着觉呢。3个月，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范德彪之前是想拿我开刀，杀鸡给猴看，只要我认了，其他租客也就只能乖乖被他宰。对，不光是我，还有开五金店的老李，开小超市的赵哥，他都打了招呼。大家都是小本买卖，被他这么一搞，都快活不下去了。现在好了，你这么一闹，他成了过街老鼠，这2天都不敢提涨租的事儿了。如果他再提无理的要求，你们别怕，团结起来，一起找社区或者街道办去调解。他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懂了，叶老板，你真是我们的主心骨，以后理发我给你打5折。送走马师傅，我心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最初的反击只是为了保住自己，但现在这件事好像有了更深远的意义。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扛了。下午我抽空去了一趟对面的老店，卷帘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被人用红油漆喷了3个大字：黑心人，自己歪歪扭扭的。但能看出写的人很生气，旁边还画了一只王八。也不知道范德彪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表情得有多精彩。接下来的几天，范德彪的铺子彻底成了一个笑话。据说他把租金降回了3500，但还是没人来问。一个靠收房租过日子的拆迁户，当他的房子租不出去，名声也彻底臭了的时候，他就没了活下去的依靠。我以为他会就这么消停下来，但我还是小瞧了一个人的底线能有多低。这天傍晚，我正准备关店的时候，哥，不好了！我刚才去倒垃圾，看见范德彪在巷子口打电话，我听见他说要举报咱们。举报咱们什么？什么消防不合格啊，卫生有问题啊！他还说他在上头有熟人，要让咱们关门大吉。我走到门口，果然看到范德彪在不远处的角落里一脸凶相的骂骂咧咧。第二天一大早，麻烦就找上门了。来的第一波人是卫生部门的3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里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需要进行突击检查。店里的客人都停下了筷子，好奇地看着他们。欢迎检查，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把所有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都拿出来，厨房、库房我们都要查。小林拿出我们的健康证递了过去，我则带着他们往后处走。他们检查得特别仔细，几乎是鸡蛋里挑骨头。只见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检查灶台和墙角的缝隙，一个人打开冰箱，用温度计测冷藏和冷冻的温度，还有一个人在仔细翻看我的进货单和各种食材的保质期。而我的后厨因为刚经历过开放日的大扫除，加上平时就一直保持得很干净，干净到让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从检查情况看，你们的卫生状况基本符合规定，我们会出一份检查报告，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谢谢，我们会注意的。会注意的。就在他们离开后没多久，店门口又走进来几个人，这次是消防部门的。谁是负责人？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里的消防设施不全，存在安全出口堵塞的问题。店里的客人们这下全看明白了。嘿，这不摆明了有人故意找茬吗？可不是嘛！刚走一波又来一波，肯定是那个黑心房东干的。我赶紧又凑上前，我就是老板，要查哪儿您说话。消防员们干起活来也是一点不含糊，他们翻看了灭火器上头的生产日期和压力表，查了逃生通道有没有被东西堵住，甚至连烟雾报警器都上手，试了试灵不灵，结果跟卫生检查那次一模一样。消防安全不是闹着玩的，你们搞得挺好，值得表扬。我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谢谢，门口又传来一阵动静。请问叶家小馆是这儿吗？这一回上门的是工商局的人。我深呼一口气。你好，我就是。请问这回又有什么问题？工商所的人翻看了我的营业执照，还查了我有没有搞虚假宣传那一套。我把崭新的执照递过去，上头法人代表写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名字。他们又指着我门口贴的那张新店开业全场8折的红纸，问我有没有去备过案。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短期的促销活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头，他们在我店里转了一圈，最后也只能啥也没捞着，收队走人。临走之前，带队的干部意味深长地瞅了我一眼。哥们儿，做生意不容易，但你只要手续全，合法干，谁也动不了你。有些人你甭跟他一般见识，他们瞎折腾浪费公共资源，我们会处理的。谢谢您嘞。等第3波人从我小店离开之后，好样的，小叶！这下看那个王八蛋还有啥花招！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都挺你。我鼻子一酸，差点没掉下泪来，赶紧给大伙儿鞠了个躬。谢谢大家，谢谢。这场风波过去之后，我的生意不但没往下掉，反而更红火了。我一个上午连着接待了3波执法部门的上门检查，而且回回都完美过关。这事儿又成了爆炸性的新闻。我的小馆现在不光是个良心饭馆，还混成了模范商户。大伙儿开玩笑说，
在我这儿吃饭有3层安全保障，比搁自己家里头还踏实。于是当天下午，我就掏钱找人做了一面锦旗，又印了几张海报。海报上头我用最大号的字写着：热烈欢迎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支队、工商管理局的各位领导莅临本店检查指导，经权威部门严格审查，本店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合法经营等各方面均完全达标。底下还补了一行小字：政府认证的放心小馆，欢迎大家前来品尝。我把这张海报贴在了店门上最扎眼的位置，然后我拿着那面写着执法公正、一心为民的锦旗，敲锣打鼓地送到了街。到办事处，当着所有人的面，感谢他们对我这种小商户的关心和照顾。街道办的领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们当然清楚这背后那点猫腻，但当着这么多街坊邻居的面，他们也只能把锦旗收下，还得堆着笑脸夸我觉悟高，是优秀商户代表。于是我这一手反向操作，彻底把整条街给炸了。所有人都被我的这一套给看傻了，然后笑得前仰后合。这简直就是把范德彪的脸按在地上来回蹭。他花钱托关系找人来找我的茬，结果反倒给我做了免费的权威认证，成了我给自己宣传的一把火。然后没过多久，我就听人说范德彪被工商所狠狠警告了一顿，说他要是再敢滥用举报的权利，恶意骚扰、浪费公共资源，他们就要依法对他进行严肃处理。范德彪彻底沦为了这条街上的笑料，他的名字跟黑心、缺德、自作自受这些词死死地绑在了一块。谢宇芬最先扛不住了，于是他把一肚子的火气全撒在了范德彪身上。我好几次路过他们家楼下，都能听到楼上传来尖利的吵吵声和摔东西的动静。范德彪，你这个废物！现在老娘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你把我的脸全丢光了！还不是你出的骚主意，在外头跟个长舌妇一样瞎巴巴，现在好了，被人录下来了，蠢货！我蠢？你要不是贪心5000块钱的房租，会有今天这出吗？范德彪在外头丢了面子，在家里也直不起腰了，于是他开始没命的喝酒，每天喝得晕晕乎乎的，眼神也一天比一天阴得吓人。而马师傅他们也在我的鼓动下拧成了一股绳，他们联合了5家商户，一起找上了范德彪。范德彪当然不干，嚷嚷着要把他们全撵走。马师傅作为代表，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一支录音笔。范德彪彻底懵了，最后他只能咬着后槽牙签下了那几份让他觉得丢人丢到家的合同。从那天起，范德彪喝得更凶了。他晚上喝高了，就会站在马路对面死死盯着我的小馆，眼神里全是恨意和不甘心。于是当天我就在店里和门口加装了4个高清夜视摄像头。几天后的深更半夜，范德彪现身了。只见他套着一件黑色的雨衣，手里提着一个红油漆桶，直愣愣地走到我的店门口，然后一点没犹豫，把红油漆泼在了我的玻璃门和海报上。接着他似乎觉得还不过瘾，又抄起空桶朝玻璃门狠狠砸了2下。干完这一切之后，他喘着粗气把空桶一扔，摇摇晃晃地消失在了黑夜里。第二天一早，小林先到了店里，然后他尖叫着给我拨了个电话。哥，你快来，出大事了！我赶紧跑过去，就瞧见小林气得浑身直哆嗦。肯定是范德彪那个混蛋干的，他太欺负人了，咱们报警吧！你先别着急，你去找几个保洁阿姨把这里清理干净，多花点钱没关系，务必在营业前让这里恢复原样。哥，那这事就这么算了？怎么可能？你先去找保洁，剩下的事交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回到店里，把昨晚的监控录像调了出来，泼油漆、砸门，一脸凶相的逃走，整个经过被高清镜头录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他泼完油漆以后，有一个扬起脸的动作。范德彪，我等这个时机已经等了太久了，这一回，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翻身的余地。这场较量该画句号了。我把监控视频里最要命的那一段剪了出来，又截取了他正面录出来的那个瞬间，最后开车去了镇上的照相馆。老板，帮我把这张图打印成24寸的照片。老板瞥见截图后愣了一下。这不是惠民路那个范德彪吗？对，就是他。半小时后来取。半个钟头过后，我拿着照片折返回我的小馆。这时候保洁阿姨们基本已经把门口的油漆清完了，正在做最后的扫尾。我没搭理他们，径直穿过马路，走到范德彪那间闲置的铺子前面。接着我拿出强力胶，把这张巨大的照片规规矩矩地贴在了卷帘门的正中间。我还在照片下方写了一行大字：全程寻人。此人于昨夜凌晨2点对富家小馆进行恶意破坏，有能提供其犯罪动机及后续计划者，奖励现金5000元。几个路过此地的街坊瞧见后惊得喊出了声：天哪，这人不是范德彪吗？他这不是犯罪吗？活久见，自己犯罪的照片被贴在自己家门口，他这脸皮是彻底不要了。这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速传开了，不到半个钟头，范德彪的铺子门口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嘲笑声、鄙夷声、唾骂声此起彼伏，
范德彪的名声在这一刻彻底烂透了。这时我才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按下了110。喂，警察同志吗？我要报警。昨晚有人恶意打砸我的店铺，我有完整的监控录像，嫌疑人的身份我也已经确定了。好，我等着。10分钟后，2位帽子叔叔赶到了。我把存着完整视频的 U 盘递到其中一位帽子叔叔手里。叔叔同志，这就是证据，嫌疑人就在对面那栋楼上。你确定人在上面？确定。3楼302室。在几百位街坊邻居的眼皮底下，2位帽子叔叔走进了范德彪住的那栋单元楼。没过多久，邋里邋遢的范德彪就被带了出来。当范德彪看到自己那张被放大了无数倍的丑陋面孔贴在自己的铺子门上，被无数人嘲笑的时候，他最后那层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于是他2条腿一软，瘫倒在了地上。我站在我的店门口，冷冰冰地看着这幅画面。这场持续了将近1个月的争斗总算收了场。范德彪被带走之后，整个天地都清静了。警车忽闪忽闪的灯光消失在了街角，围观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了，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那股兴奋劲和议论声。范德彪成了他们接下来好些天嘴里的话题，我则平静地嘱咐小林：客人们快来了，准备营业。哥，我们今天还开门？开，为什么不开？天塌下来也要吃饭，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吃好饭。去吧。小林用力地点了点头，马上行动起来。半小时后，富家小馆准时拉开了门做生意，就好像那场闹剧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所有人都明白，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当天中午，我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让我过去做一份笔录。于是我把店交给小林，自个儿一个人去了。然后我从涨租开始，到谣言重伤，再到恶意举报，最后到昨晚的泼油漆砸门，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范德彪故意损坏你的私人财物，总价值超过5000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范德彪本人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我们将依法将他刑事拘留，然后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你这边可能还需要作为受害人出庭。我明白，我会配合的。从派出所出来以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感觉这些天压在胸口的那片阴霾总算被彻底吹散了。半小时后，我刚到店门口，等在那儿的一群人立马就拥了上来。只见马师傅激动地攥住我的手：叶老板，我们都听说了，干得漂亮！你这是替我们所有人，替整条街除了一个大祸害啊！是啊，小叶，以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你开口，我们绝不含糊。大家言重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大家以后安安稳稳做生意，比什么都强。快进去坐吧，今天我请客。我把他们让进店里，饭馆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在范德彪被刑拘的第3天，谢雨芬找上门来了。她先是面色憔悴地喊了我一声叶老板，然后就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我跟前。叶老板，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家老王吧！他不是人，他混蛋，他做错了事，我替他给你赔罪，给你磕头了。谢玉芬，你起来吧，你在我店里这样，影响我做生意了。叶老板，他就是一时糊涂，喝多了酒，才干出那种混账事。他现在在里面后悔死了。只要你去跟叔叔说，愿意原谅他，签个谅解书，他就能出来了。我们赔钱，我们把所有损失都赔给你，双倍，不，3倍。我轻轻地笑出了声。钱，谢玉芬，你觉得我做这么多事是为了钱吗？他被我问的卡住了，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当他带着中介来逼我，把租金从3500涨到8500的时候，他想的只有钱。当你在外面造谣我说我用地沟油烂菜叶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把我搞臭。当他恶意举报我，想让我关门倒闭的时候，他没有想过给我留一条活路。现在他泼我的店，砸我的门，你跟我说他是一时糊涂。谢玉芬的脸色越来越惨白。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他的问题，是他触犯了法律，他应该接受的是法律的审判和教育，而不是我的原谅。我的原谅一文不值，也救不了他。谢玉芬的眼神转成了狠毒。不要赶尽杀绝吗？叶晨，你这么恶毒，你会遭报应的。我有没有报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报应已经来了。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店，不然我就要报警。谢雨芬从地上爬起来，失魂落魄地走了。过了几天，一个总来我馆子吃饭的地产公司经理主动找到了我。叶老板，你有没有兴趣把你的小馆开到我们的新楼盘去？我们在城东新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明年开业。你的手艺和人品我们信到你点头，最好的位置，最优惠的租金都给你留着。开分店把叶家小馆搞成一个牌子，一个崭新的更广阔的天地正朝我招手。1个月之后，范德彪因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范德彪的铺子和房子在他被刑拘之后没多久就被一个外地来的投资客整盘买走了，价格比市场价低了差不多30%。这会儿老店门口已经搭起了脚手架，工人们正在里头叮叮当当干着活。那扇以前被喷过漆、被贴过海报的卷帘门已经被拆掉了，换成了崭新的玻璃幕墙。范德彪的那个时代翻篇了，
而我的眼光也看向了更远的地方，城东新商业广场的项目书就放在我的抽屉里头。这些日子我已经开始动手整理我的招牌菜菜谱，试着把做菜的流程搞成标准化的。我还报了一个线上的企业管理课程。小林瞅我每天忙忙叨叨的，好奇地问我：我们现在生意这么好，你还在折腾什么呀？小林，这家店只是我们的起点，未来我们会在这个城市里开出第2家、第3家叶家小馆。小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满满都是对以后的向往。而城东新商业广场代表着这个城市以后的发展方向，是政府重点扶持的新兴商业区。按照规划，那地方汇集购物、吃饭、娱乐、办公于一体，目标是吸引全城最年轻、最能花钱的人群。项目书上用彩色效果图标出了留给我的那个位置，1楼靠着街，正对着广场的喷泉，是整个商业街人流量最集中的黄金地段。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租金方案：头2年免租，第3年之后打5折。陈经理说，他们看中的不光是我的手艺，更是我的口碑，还有我在那场风波里表现出来的那股倔劲儿和聪明劲儿。他们需要我这样一个有故事、有话题度的模范商户来帮着拉人气。我的小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一块招牌了。我心里门清，这既是机会，也是坎儿。在惠民路，我靠的是街坊邻居的口口相传，靠的是3年攒下来的那份情分。而到了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里头，面对的是更挑剔的顾客和更狠的竞争，啥都得从零开始。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复制出一个叶家小馆来。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自己，每一道菜的火候，每一种调料的配比，都在我的脑袋里，我的手里头。但我要开分店，就必须把我的这双手变成一套能被学习、能被复制、能被严格执行的标准化流程。于是我把每一道菜从食材的分量、切配的尺寸到下锅的先后、烹饪的时长，甚至最后浇上的酱汁是几勺，全都量化了，一条一条记下来。盐得用克称，油得用量杯，炖煮的时间得用计时器。小林看得目瞪口呆。哥，你这是在做化学实验吗？化学实验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第1个学生。这家老店以后要慢慢交给你来管，你必须学会用这套标准，做出和我一模一样的味道。小林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火苗，他拿着那几页纸使劲地点了点头。除了标准化，还得有人才。我需要一个能压得住场子的新店主厨，光靠那些流程是不够的。厨师的底子和灵性同样重要。我开始留意行业里的招聘信息，也拜托一些食材供应商帮我盯着人选。周末我自个儿坐公交车去了城东。新商业广场还在盖着，到处是高高的塔吊和脚手架，空气里头全是水泥和土腥味儿。但我站在那片工地的对面，看着那已经有点模样的大楼，心里头却是一片滚烫。范德彪想把我逼上绝路，却阴差阳错的给我推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我的人生窜上了一个我从来没想到过的高度。半个月之后，我正式和城东新商业广场的开发商签了租赁意向书。签约那天，陈经理亲自到场，还请来了好几家本地媒体。叶老板是我们惠民路走出来的平民食神，他的故事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小人物的奋斗精神。新闻播出去之后，我又一次成了街坊邻居们议论的焦点。广场正式签约，将在城东开设分店。小叶真是有出息了，都要开分店开到城东去了。那可不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以后我们想吃你做的菜，是不是还得跑老远啊？可不是嘛。面对老客人们的埋怨，我笑着一个个解释。叔叔阿姨们放心，这家老店不会关，永远是咱们惠民路的大本营。我会把小林交出来，保证味道跟以前一模一样。说到小林，他这段时间进步飞快，他几乎把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厨房里。一道简单的番茄炒蛋，他能严格按照流程炒上几10遍，直到炒出来的颜色、口感、酸甜度都跟我做的没两样。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仿佛看到了几年前刚开店时的自己。我决定等新店开业走上正轨，就把这家老店的股份分给他3成。主厨的人选也在这时候有了着落。一个食材供应商给我推荐了个小伙子，叫庄强，今年26岁。他在市里一家5星级酒店做副厨，基本功扎实，但因为性格太直，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在酒店里一直被压着，得不到升职的机会。我约他见了一面，直接带他进了后厨。我做了一道菜让他尝，然后把勺子递给他，让他照着做一遍。他看我做了一遍招牌菜，只看一遍就领会了7、8分。第2遍做出来，味道就跟我做的差不了多少了。到了第3遍，他甚至在摆盘上做了点小小的优化，让菜品看起来更精致，更有食欲。你下个月就过来上班，基本工资比你现在高20%。等新店开业以后，你还有5%的技术股分红。就一个要求，严格按我的标准来做。庄强听了，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激动地说：“谢谢叶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团队的核心成员都到位了，标准化的流程也都定好了。新店的装修设计图纸也由开发商那边请的专业设计师全部搞定交差了。就在我忙着为未来打拼，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惠民路上的过去也在以一种干脆的方式彻底翻篇。
对面新来的老板把范德彪好几个铺面改造成了快捷酒店，工程进度特别快，脚手架一天比一天少，崭新的灰色墙体和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慢慢显露了出来，看着还挺气派。偶尔我会看到马师傅他们几个，以前跟我一样租范德彪铺面的租客，站在街边，他们指着那家快要完工的新酒店，神情复杂地议论着什么。我知道他们是在感慨世事无常，时间过得是真快，一转眼8个月就过去了。对面的快捷酒店也已经开业2个月了，酒店生意异常火爆。它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整条街的商业档次，也给我的小店带来了更多天南海北的客人。我的新店主楚庄强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团队，他不光把我制定的标准流程执行的一丝不苟，还凭着他以前在5星级酒店的经验，优化了我们后厨的管理流程，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小林也不再是以前那个跟在我身后怯生生喊我哥的小姑娘了，她的眉宇间多了几分当管理者的沉稳和自信。这时候，城东新商业广场的建设也进入了收尾阶段，我的新店也开始进场装修了。我还注册了叶家小馆的商标，专门成立了一家餐饮公司，打算把生意做得更大。这天下午，店里的客人不多，我正和庄强讨论下个季度的新菜品，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是范德彪，他出狱了。这时，庄强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叶哥，那个人是一个老邻居罢了。我们继续。我试试看。关于这道脆皮豆腐，我觉得酱汁的甜度还能再降2个点。新店开业那天，正好是城东商业广场试营业的第1天，整个广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特别热闹。我的叶家小馆占了广场最核心的位置，门口摆满了祝贺的花篮，红地毯从店门口一直铺到广场中央，特别气派。我穿着正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站在剪彩仪式上。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说话。大家好，我是叶晨。很多人认识我，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菜，而是因为一些别的事情。台下顿时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但今天站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重新认识我和我的店。叶家小馆没什么秘诀，只有2样东西，一是良心，二是味道。从惠民路那家只有7张桌子的小店，到今天城东这家300平米的新店，这2样东西永远不会变。谢谢大家。上午10点18分，剪彩结束，新店大门正式敞开，顾客们有序地涌了进来。庄强穿着雪白的厨师服，站在明档厨房的正中央，他身后还有8名穿着一样厨师服的厨师，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切配、打盒、掌勺出餐，一切都像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的有条不紊。我之前制定的那些标准流程，此刻成了他们手中最精准的武器，一点都不马虎。A3 桌招牌红烧肉、鱼香茄子煲 ，B5 桌脆皮豆腐手撕包菜，出餐注意摆盘。庄强的声音冷静又有力，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被迅速端上传菜口，再由穿着统一制服的服务员送到每一桌客人面前。我穿梭在大堂里，仔细观察着客人们的反应，听着他们的评价。环境也太好了吧，而且看着厨房这么干净，吃着就放心。大家的好评一波接一波，开业第1天，新店的翻台率就高得惊人。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所有员工都累瘫在了椅子上，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自豪。财务给我报了第1天的营业额，那个数字几乎是惠民路老店1个月的收入，我心里也特别欣慰。忙完开业最关键的头1周，我就把城东店的日常运营全权交给了庄强，自己则回到了惠民路的老店。叶总，您回来了。没外人的时候，还叫哥就行。小林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哥，脸上笑开了花。这个月的账我整理好了，您看看。做得不错，这个月营业额比上个月又涨了。那当然，哥教的好嘛。下午客人都散去了，我把小林叫到后厨，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你看看这个。小林接过文件，疑惑地问：哥，这是什么？从今天起，这家老店我占7成股，你占3成股。你不再仅仅是这家店的店长，也是这家店的老板之一。年底我会按股份给你分红。哥，这太贵重了，我不能。你值得，这家店是我们的根，是你帮我守住了的。没有你，就没有叶家小馆的今天和未来。这3成股份是你应得的。小林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再推辞，只是重重的点了点头，把那份文件紧紧抱在怀里。回到城东新店后，我发现马师傅和老李他们几个老街坊正坐在店里等我。他们还带来了一块巨大的牌匾，牌匾上是著名书法家题写的4个大字“德艺双馨”。我看着那块沉甸甸的牌匾，看着眼前这些淳朴善良的街坊们，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所有的辛苦都值了。2年后的除夕，按照惯例，叶家小馆从除夕这天开始放假7天，
城东的新店早就锁门了，但惠民路的老店今晚却格外热闹。我把所有核心员工都召集到了这家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一起聚餐过年。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小莲已经彻底蜕变成了精明干练的女老板，但此刻她却像个小女孩一样，兴奋地给大家分发我包的红包。庄强也难得放松下来，和大家一起开玩笑喝酒，喝得满脸通红，特别尽兴。大家围坐在一起，聊着过去一年的收获，也畅想着新一年的期许，气氛特别热闹。这2年，叶家小馆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品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餐饮帝国。除了惠民路总店和城东旗舰店，我们在城南和城西的第3、第4家分店也已经步入正轨，生意都很不错。我的餐饮管理公司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写字楼，有了专业的财务、人事和市场团队，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单打独斗的我了。我从一个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的个体户，变成了身价千万、被本地媒体争相报道的餐饮界新锐企业家。叶哥，明年有什么新计划？是不是该考虑进军省外市场了？做餐饮就像熬一锅好汤，最忌讳心浮气躁。明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一个中央厨房，把品控更极致，根基扎得越稳，楼才能盖得越高。来，我们一起敬叶哥一杯，没有叶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祝叶哥新年快乐，也祝我们的叶家小馆越来越好。所有人都站起身，举起酒杯。我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真诚又充满活力的脸，心里暖暖的。酒宴散去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让司机把喝了酒的同事们都安全送回家，自己却留了下来。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新年的钟声正好敲响，远处绚烂的烟花一朵接一朵的在夜空中绽放，把整个城市映照得亮如白昼。我的目光越过街道，看向对面的酒店，它在节日的灯火中安静而现代。这里早就没有了范德彪的任何痕迹，仿佛他这个人连同那段充满纷争的过去都从未存在过。3年前，我站在这里，为了1个月5000块的房租涨幅而忧愁，被房东逼得走投无路。3年后，我站在这里，手下有4家生意兴隆的饭馆，还有一个蒸蒸日上的餐饮公司。支撑我走过这一切的，不是仇恨，不是怨怼，而是对味道的坚守，对良心的执着，还有那份在绝境中也从未熄灭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看着窗外璀璨的烟火，嘴角慢慢扬起，心里满是踏实和幸福。